大家好，我是4213，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兽王雷克萨的奇妙冒险。在上期，雷克萨于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萨尔领导的新部落，随后他与部落一起开荒，建立杜隆塔尔。在这一过程中，有支来历不明的人类部队向部落发起了战争。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萨尔派雷克萨前往了吉安娜所在的塞拉摩基地，而想要悄悄前往塞拉摩也绝非易事。依照萨尔的指示，雷克萨等一行人乘飞艇来到了暗毛巨魔在内陆新建的村落。待见到沃金后，还未等众人开口，沃金就知道他们背负着潜入塞拉摩的重任。虽然此行困难重重，但幸好有人可以帮到他们。沃金让众人到不远处的海滨基地找一个接头人，那人会协助他们避开在海上巡逻的人类舰队，从而成功潜入到塞拉摩。在得到沃金的指示后，雷克萨等一行人马不停蹄地向着海边进发了。到这里就来到了额外战役的第2章旧日的仇恨。尽管本关一上来就给到了玩家前往海滨基地的主线任务，但玩家可以选择先不进行主线任务，而是在大地图上进行自由探索。在这里有强大的野生怪物，也有着诸如远古墓穴、外域竞技场等这样一些可探索的区域，而探索的回报与奖励也是相当不错的。只不过这些可探索的游玩部分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可以算是角色养成的部分，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跳过讲解了。接着说回到主线剧情上来，众人顺着沃金的指引来到了海滨基地，火刃氏族的剑圣萨姆罗接应了众人。萨姆罗提出可以将一些爆炸物布置在人类建筑物附近，以爆炸声声东击西，吸引人类军队的注意力。如果成功的话，众人便可以趁机渡海前往塞拉摩了。关于萨姆罗与火人氏族，在这里要稍提一嘴。在过去的第1、2次大战中，火人氏族一直在跟随部落征战，后来随着部落战败，火人氏族从此一蹶不振。等到了第3次大战时期，火人氏族不知怎么被恶魔控制腐化了，这导致氏族进一步四分五裂。不过也仍有少数尚存理智与荣耀的剑圣成功摆脱了恶魔的控制。后来这些少数成员加入了萨尔的新部落，而作为部落剑圣的萨姆罗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名叫雪慧的枭兽摧毁了萨姆罗所在的兽人村落。萨姆罗一路追踪这头野兽来到了这里，在游戏中也有击杀雪慧的支线任务。最终萨姆罗找到了雪慧，完成了这次复仇。比较可惜的是，剑圣萨姆罗在魔兽世界中没有戏份，同名兽人 NPC 精英牛头人乐队的主唱与他并不是同一个人。尽管如此，但玩家却可以在炉石、风暴英雄甚至是守望先锋中找到萨姆罗的身影。再接着说回到主线上来，由于萨姆罗擅长可隐蔽身形的疾风步，所以他能够轻易潜入到人类基地中布置炸药物。在一切布置妥当后，他启动了炸药，人类基地中立刻乱作一团，这使得雷克萨等人顺利乘船来到了塞拉摩要塞。刚到这里，众人就见到了吉安娜。雷克萨表示他是替萨尔来送信给吉安娜的。萨尔想知道为什么吉安娜要派兵去侵占部落的领土。吉安娜听后大惊，他解释自己从没有想过要谋害萨尔，也没打算撕毁与部落间的停战协议。接着雷克萨将之前他们与人类交战以及刚刚绕过人类基地的事告诉了吉安娜。吉安娜向雷克萨保证袭击部落的命令不是他下达的，而为了确认雷克萨提到的人类部队，他与众人一起来到了之前的那座海滨基地。然而此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群纳迦蛇妖，不知为何这些纳迦袭击了人类基地，并杀死了基地里的士兵。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众人与吉安娜决定消灭这些纳迦，找到幸存的人类士兵。关于这些纳迦为什么要攻击人类基地，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最有可能的猜测是，先前人类基地的爆炸声惹怒了在附近区里的纳迦，所以他们才攻击了人类基地。之后，雷克萨与吉安娜一行人在纳迦的巢穴里找到了唯一幸存但却也奄奄一息的人类士兵。见到吉安娜，士兵兴奋地说：“可算找到您了，这下将军要高兴坏了。”说完，士兵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听到士兵的话，吉安娜在震惊之余已然明白了一切。他急忙带着众人返回了塞拉摩岛。吉安娜准备送众人从港口出海，给萨尔捎去口信。可雷克萨等人还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当吉安娜要解释这些海军来历的时候，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浩浩荡荡地驶进了塞拉摩港。舰船停稳，不少的人类士兵从船上走了下来。为首的将领快步走到吉安娜面前，来者正是吉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戴林是怎么来到塞拉摩的。回想在第3次大战前夕，戴林追着部落舰队来到了公海上，后来双方都卷入了一场风暴中，戴林的舰队也因此走散了。其中部分船只停在了暗毛群岛附近，与萨尔等人交战过一阵子，而剩余的船只则在戴林的指挥下返回了库尔提拉斯。但是当戴林返回故土后，才听说了天灾入侵以及洛丹伦和达拉然都已失守的消息，也听说吉安娜带着一群联盟幸存者前往了卡利姆多。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戴琳立刻带着舰队穿越了无尽之海，前往了卡利姆多。他们沿途找了很久，才终于抵达了卡利姆多。
而在不久前，戴琳发现有些兽人在这里定居了，于是他便指挥部队向兽人及其盟友发起了攻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第2次大战时期，戴琳的儿子德里克在与兽人的战斗中牺牲了。从那时起，戴琳就非常仇视兽人种族，一直想要根除他们的存在。雷克萨等人之前看到的那些人类正是戴琳的部队，设计谋埋圈套想要刺杀萨尔的也是戴琳。而此前，萨尔和雷克萨等人都以为这些人类是吉安娜的部下。在当下，戴琳的舰队才终于来到了塞兰摩。戴琳激动万分地表示，终于找到女儿了。本来在听闻洛丹伦与达达兰陷落的消息后，老父亲一度都绝望了。幸好女儿吉安娜平安无事。戴琳正说着，突然发现吉安娜身边竟然站着一个食人魔。吉安娜正准备开口解释，父女重聚的场面直接干烧了雷克萨的 CPU。尽管吉安娜向父亲说明部落已经不再是敌人了，可戴琳根本听不进女儿的话，一心只想除掉这些祸害和畜生。由于不想亲自和女儿开战，戴琳只是命令士兵拿下雷克萨，而后便离开了。眼见人类士兵逼近，吉安娜立刻打开了一条通路，意图放雷克萨等人逃走。众人见状，立刻明白了用意，由小路逃至港口，登上了一艘人类运输船。这样一来，就能相对安全地离开塞兰摩了。不过，想要逃出去却也没那么容易。塞兰摩城市内的船闸都被关闭了，他们必须打开闸门才能将船只开往公海。好在他们最终还是顺利地逃了出来。众人一路回到沃金那，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沃金。沃金立刻派人将海军上将的情报传递给萨尔。眼下，为了抵御带领的人类部队，沃金让雷克萨等人尽可能多地召集盟友，以应对接下来的战争。他指引众人前往莫格雷，寻找牛头人酋长凯恩雪提，获得牛头人种族的支援。于是接下来，众人一路跋涉来到了雷霆崖，见到了凯恩雪提。关于凯恩，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在第3次大战时期，他与萨尔一起参与了海架之战，是部落的忠实盟友之一。在雷克萨见到凯恩后，他直言现在部落有难，需要牛头人的支援。然而此时的凯恩却心如死灰，没有心力去做任何事了。说完后便黯然离开了。这时，一位名叫塔加尔的牛头人告诉雷克萨，在不久前有一群半人马袭击了牛头人村落，凯恩的独生子贝恩也被抓去做了俘虏。牛头人们四处都寻不见那群半人马的踪影，贝恩恐怕是凶多吉少，所以作为父亲的凯恩也因此而心神涣散。如果雷克萨等人能找回贝恩，那凯恩定然也会振作起来，继续为部落盟友出力。如此看来，目标就很明确了，那就是想办法救出凯恩之子。为了能够找到半人马营地的准确位置，雷克萨等人拜访了一位名叫波文风之图腾的灵魂行者。波文用法术为众人指明了半人马营地的所在方位。话说前面提到的塔加尔和波文风之图腾，在魔兽世界巨龙时代版本中，贝恩雪提的支线任务中有登场过。只可惜这个任务剧情嘛，这真的是一拖大便了。可以说暴雪是辛辛苦苦翻出了这些沃三老角色，然后给玩家做了一盘九转大肠。就想问暴雪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好吧，再说回到剧情上来。接下来波文与雷克萨等人一起上路，他们联手捣毁了半人马营地，救出了贝恩雪提，并一路护送小牛贝恩回到了凯恩身边。见到贝恩平安归来，凯恩感激不已，他对雷克萨郑重承诺，这份恩情永生难忘。重新振作起来的凯恩也将带领牛头人再次支援他们的部落盟友，同时凯恩也加入到了雷克萨的队伍中。待众人返回巨魔村落后，沃金告诉雷克萨，有位受伤的石锤食人魔前来向部落求助。原来在石锤氏族中来了一位新的督军考格尔，考格尔残害了许多食人魔战士，所以他才前来向部落求援。雷克萨得知这一情况，便准备前往食人魔村落，亲自去会一会考格尔。而雷克萨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想招募石锤食人魔为部落征战。作为莫克纳萨人，他有部分的食人魔血统，相信是能够说服食人魔的。在来到了城里沼泽的食人魔村庄后，食人魔守卫禁止众人进入村庄。雷克萨表明不想找麻烦，只想找考格尔谈谈。然而在食人魔的世界里，力量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入场券。在击倒了这些食人魔后，雷克萨等人顺利见到了食人魔督军考格尔。考格尔刚见面就称赞雷克萨很强，打得不错。只是考格尔不知道雷克萨到这来是干嘛的。雷克萨深知食人魔是以实力说话的，所以他想加入石锤氏族，以力量来证明自己。考格尔告诉雷克萨，如果想要加入石锤氏族，就必须先到锤炼谷中证明自己的力量。于是接下来雷克萨等人便来到了考格尔说的锤炼谷。虽然谷中有非常多的强力野怪，但是在雷克萨这些英雄级单位看来，这些野怪还难不倒他们。通过了力量试炼后，考格尔也承认了雷克萨的实力，允许他加入石锤氏族了。接下来考格尔问雷克萨有什么要求，雷克萨直言想要石锤氏族帮助部落对抗人类。考格尔听后大怒，他表示石锤食人魔早已脱离了部落，而作为石锤氏族的老大，他拒绝帮助部落。话说考格尔提到的脱离部落，相信看过我编年史视频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在之前，石锤氏族跟随部落参与了第1、2次大战，
后来随着部落的战败，石锤氏族脱离了部落，其中一些食人魔留在了东部王国，而另有一些则远渡重洋来到了卡利姆多，所以石锤氏族才会出现在这里。当考格尔拒绝了雷克萨的请求后，雷克萨提出要以氏族成员的身份向考格尔发起争夺领导权的决斗。所以接下来，考格尔与雷克萨来到竞技场中，展开了1对1的较量。在战斗中，雷克萨低估了考格尔的实力，但好在雷克萨还有他的动物伙伴帮忙，借此雷克萨最终赢得了决斗的胜利。根据食人魔的传统，胜利者雷克萨成为了石锤氏族的新领袖，他命令石锤氏族全副武装，行军至平原地区加入部落的队伍。在先后召集了牛头人和食人魔这2支势力后，部落的整体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沃金告诉雷克萨等人，萨尔已经带着部队在狂潮湾附近建立了指挥部，因此现在是时候去找大酋长萨尔报道了。毫无疑问，雷克萨一次次为部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雷克萨等人见到萨尔后，就连萨尔都直言欠了雷克萨的人情。只不过在与人类正式开战前，萨尔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他需要雷克萨帮他收集一些稀有材料，来为部落战旗施加附魔效果。而雷克萨表示，这将是他的荣幸。当众人找齐了所有材料并交到萨尔手中后，萨尔用这些材料为部落战旗施加了祝福。仪式完成后，萨尔请雷克萨在战场上高举正面旗帜，以此鼓舞将士们的斗志。另外，大酋长还特地封雷克萨为部落的勇士。这一刻，雷克萨感受到久违了的荣耀，那是他过去在旧部落中所不曾拥有的。雷克萨保证一定会让战旗飘扬在战场之上的。不过，尽管雷克萨召集了牛头人与食人魔，但带领将军的人类大军依旧不可小觑。目前，他们已经在狂潮湾的海岸边建立起了一座座据点，看样子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正在此时，洛坎雷回报，人类军队已经开拔，他们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萨尔丝毫不惧人类大军，因为部落的实力将远超他们的想象。由于雷克萨为部落取得了头功，因此萨尔将率兵作战攻打人类基地的殊荣交给了雷克萨。雷克萨得此殊荣，也立刻发表了战前动员，燃起了所有部落成员的斗志。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会是一场难打的攻坚战。萨尔带领部落众将士向人类基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步步撕开了敌人的外围防御工事。而当推进到敌阵中心区域时，海军上将戴林也带兵亲自迎战了部落的勇士们。不得不承认，戴林确实是一个难以被击垮的对手。最主要的是，他血量下到一定阶段时，会进入到一个无敌的状态。无奈之下，众人只好顶着戴林的攻击，强行拆除了海军上将的要塞。如此一来，失去了据点的戴林也只能带兵先撤回塞兰摩了，与戴林的战争也暂且告一段落。不过萨尔认为，戴林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如果想要在杜隆塔尔安稳度日，就只能选择乘胜追击，反攻塞兰摩。只不过，作为曾经并肩作战的盟友，萨尔但愿吉安娜能够平安无事，毕竟他父亲的行为与他无关。到这里也就进入到了战役的最后一章。在一段时间后，部落众将士在距离塞兰摩不远的地方集合了。目前战士们都已整装待发，然而海军上将有着数量庞大的舰队，这些舰船将塞兰摩要塞围得密不透风，如果强行开战，势必会伤亡惨重，这令众人不得不立谋他策。正在这时，吉安娜传送来到了众人面前。吉安娜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既不希望与部落为敌，也没有参与过她父亲的计划。面对当前的紧张局势，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塞尔告诉吉安娜，过去他们曾在海架山之战中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可如今吉安娜的父亲严重威胁到了部落的领土安全，作为部落的领导者，塞尔无法放任这样的威胁，不得已才率兵攻打塞兰摩。吉安娜与他的父亲不同，他知道部落在萨尔的治理下已经今非昔比。在来见萨尔前，吉安娜曾试图说服他的父亲，但戴琳却拒绝听从女儿的劝告。眼下两军即将交战，这场流血冲突只会削弱双方的力量。吉安娜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却也无法阻止战局的进一步发生。面对这无法抉择的两难局面，吉安娜做出了两不相帮的退让之选。她告诉萨尔，附近有地精造船厂，借助地精船只应该能帮部落撕开父亲在海上的封锁线。同时，他也会命令自己的部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按兵不动。只是他请求萨尔能在战争中放过塞兰摩的人民。萨尔向吉安娜保证，会尽可能的减少平民伤亡。鉴于战斗就要打响，他让吉安娜躲到安全的位置去。在此之后，吉安娜便离开了。在得到了吉安娜的提示后，萨尔等人摧毁了人类基地，拿下了地精造船厂的控制权。接着，雷克萨等人登上运输船，摧毁了北方海岛上的人类哨塔，为舰船的通行打下了基础。而后，他们再用舰船从人类战舰的封锁线中撕开了一道裂口。在解决了所有的人类舰队后，部落大部队便能登船前往塞兰摩岛了。萨尔夸赞雷克萨是个天生的领袖，在某些方面甚至让萨尔想起了已故的地狱咆哮。雷克萨感谢大酋长的夸奖，如此一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攻下塞兰摩，彻底干掉普罗德莫尔将军。在部落抵达塞兰摩后，萨尔立刻指挥部队向要塞发起了猛攻，而雷克萨也带领众将士冲向了敌阵。由于之前萨尔答应过吉安娜不伤害平民，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不可以对吉安娜的驻军发起攻击。在攻打塞兰摩的过程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随着战局的愈演愈烈，部落方慢慢瓦解了萨拉摩要塞中的防御工事。在雷克萨等人的带领下，部落将士们来到了戴琳的面前。戴琳承认，眼前的这些部落士兵与他过去曾交手过的兽人相比，的确难缠了很多。萨尔解释，现在的部落已经不是戴琳记忆中的部落了，他们无意要攻占萨拉摩，也不愿意滥杀无辜。前人种下的仇恨之果已经让部落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戴琳根本不听萨尔的解释，他只认为过去部落在第一、二次大战中杀害了太多的无辜百姓，仅凭这一点就无法洗刷部落过去的罪孽。为此，他与死性难改的部落血战到底，说1000道1万。现在双方的战争就是因为旧日的仇恨所引发的。就算现在部落已经痛改前非，但戴琳仍旧忘不了他的丧子之痛，忘不了旧部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才大兵进犯了兽人的新家园，进而酿成了如今部落反攻上门的局面。他们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在仇恨面前，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最后，雷克萨向戴琳发起了致命一击，海军上将倒在了众人面前。吉安娜来到父亲身边，带着哭腔询问父亲为什么不听他的劝说。虽然戴琳是部落的敌人，但雷克萨还是对戴琳致以了敬意。他希望吉安娜记住他父亲那骄傲的身姿，而不是现在这面带仇恨的模样。随着戴琳的死去，部落人民也终于安全了。萨尔将城市还给了吉安娜，并命令士兵们撤出了萨拉摩。在离开了萨拉摩后，萨尔向雷克萨致以了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感谢。萨尔还询问雷克萨要不要和他一起回多隆塔尔继续建设奥古瑞玛，可雷克萨却婉言拒绝了萨尔。雷克萨称荒野才是他的归宿，不过他也宣称自己永远是部落的一份子，只要部落有需要，他会再次为部落而战。说完后，他便带着米莎回到了荒野中。而在人类方这边，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库尔提拉斯士兵大多选择了回到家乡，他们将海军上将阵亡的消息带了回去。为此，库尔提拉斯人纷纷呼吁为戴琳的死而复仇，但联盟的其他势力却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过去的第3次大战已经让联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更何况几位联盟领袖认为戴琳之死根本就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后，怒火中烧的库尔提拉斯退出了联盟。不过更令他们感到憎恨的是吉安娜，这个背叛了自己家族的女儿，大海的女儿。到这里，雷克萨战役的剧情就全部讲完了。不得不说，这个战役是真的很长，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几乎是包夜打了整整1个晚上才打完。最后总结一下，其实雷克萨战役的剧情想要表达的内核很简单，无非就是有关种族与仇恨。在过去的节目里，我曾说过，从沃2到沃3，魔兽编剧通过小说一直想营造兽人种族身份上的转变。而在沃3的最后一个战役中，编剧再次以兽人的身份和种族仇恨来做文章，他们试图告诉玩家，不同的人会对兽人身份上的转变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雷克萨在新部落中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荣耀，又比如提里奥佛迪与吉安娜都认可了兽人的改变，再比如吉安娜的父亲戴琳则因为痛失爱子而对兽人抱有很深的仇恨，所以也就不愿意相信萨尔和兽人们能痛改前非。各方的立场构成了战役剧情中的矛盾与冲突，这其中最难做的应该就是吉安娜了。一面是并肩作战过的盟友，一面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吉安娜的立场帮助任何一方都讨不到好，所以才做出了两不相帮的选择。事实上，部分玩家认为吉安娜当下的选择没错，只是她不该帮助部落指路，告诉对方地精造船厂的所在。其实吉安娜提示部落的这一行为，我认为这只是游戏性上的一个提示。暴雪借吉安娜之口告诉了玩家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尽管我这么说，但肯定还是有不少玩家会认为吉安娜是个大孝女，而且不光是玩家，就连吉安娜家乡的库尔提拉斯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一点其实可以通过阵营立场来解释。非常有趣的是，雷克萨战役通篇也是在讲述不同阵营立场下的矛盾与冲突，而不同阵营的玩家也会将自己的视角带入到对应的阵营中，因此产生了大家对吉安娜行为的不同看法。在雷克萨战役之后，还有小说《仇恨之轮》同样以种族仇恨来做文章，讲述仇恨周而复始、难以终止的故事。同时，这也是在暗示魔兽世界中依旧会延续争斗和阵营冲突这样的主题。正如我之前所说，雷克萨战役的剧情就是为后续魔兽世界的展开而铺路的，那时的编剧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只可惜魔兽世界后续版本的编剧，尤其是 8.0 版本以后的编剧，早已不再是沃3时期的编剧了，所以才会有后面 8.0 时期雷克萨人设崩塌，小牛是个脑瘫这样的败笔剧情。作为一个从沃3玩到后面的老玩家，看到这些剧情就真的只能骂现在的编剧是在毁那些经典角色了。好了，沃3的完整剧情到这里我也算是完全讲完了。接下来的2期会进入到漫画《太阳之影》3部曲和小说《仇恨之轮》的剧情。怎么说呢？这2部的剧情我感觉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似乎大家更想快进到魔兽世界的剧情，所以后面的这2部我只打算挑重点来讲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是4213，我们下期再见。